当大裂隙打开时，完整的星系被巨大的能量旋风摧毁，无数的灵魂被亚空间吞噬。自此，大裂隙的出现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人类帝国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将近一半的世界与神圣泰拉隔绝开来。一个又一个帝国世界被战争所折磨，从异形入侵、邪教叛乱到恶魔入侵，求救信号响彻不同的星球。这些曾沐浴着帝皇之光的星球，如今面临着毁灭的命运。对于那些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帝国观察者来说，更多的问题接踵而至。大裂隙的另一边是什么？其中的人类世界还存在吗？巨大的亚空间风暴是一道狭窄的屏障，还是席卷剩余银河系的边界？为了与失落的人类世界重建联系，帝国做出了不惜代价的努力。一些最大胆也是最鲁莽的探险者，将他们的飞船直接驶向大裂隙，然后再也没有出现。希望能以某种方式穿过亚空间漩涡的努力失败了，甚至是仅仅通过沟通，而不是与另一侧帝国世界进行物理接触，也会招来灾难。数以千计的新语者灵能信使，在试图强行进行灵能沟通时，陷入了彻底的疯狂，在痛苦中悲惨的死去了。最有耐心的帝国特工在大裂隙上寻找到一个缺口，这是一条由现实空间构成的通道，飞船和星宇通信，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全路线。虽然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路线，但大多数路线都被确认为临时且不稳定的，只有少数可行的路线被发现能够穿越风暴。其中最适合航线的路线被命名为拉克蒙德走廊，它连接着赤地星、旧卡迪亚遗址与另一侧名为警戒星的朝都世界。最终，帝国确认银河的另一半虽然远离帝皇之光，但仍然完好无损。那片区域被命名为帝国暗面。拉克蒙德走廊迅速成为整个帝国最具战略意义的重要地点之一。走廊的发现者注意到，尽管从银河系的尺度来看，这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但它仍然庞大到允许2支舰队同时通过，而不会注意到对方。行星、卫星、小行星带被包裹在其中，不时受到能量风暴的冲击，甚至在不可预测的亚空间潮汐冲刷下，靠近走廊边缘的世界会间歇性的被亚空间风暴彻底淹没。第一批探险者们发现了因为变异、亚空间污染与恶魔入侵而陷入疯狂的地区。他们发现了曾经的帝国飞船，如今被邪恶与无法满足的饥饿感侵蚀，向自己发起野蛮的攻击。不计其数的势力生活在拉克蒙德走廊，这片被毁坏的太空区域已经成为海盗、叛徒、变种人、罪犯、流放者和各种异形的聚集地。即使没有亚空间能量波动与波动带来的怪物，这里也是一片充满了敌意的地区。尽管许多帝国世界仍然坚守着对帝国的忠诚，但势单力薄的他们就如同漫长冬夜中的烛火一般微弱。数以百计的战邦蹂躏着这条太空通道，心狠手辣的黑暗领主劫掠着弱者与恐慌者，绿皮纽扣寻找着最大的战利品与最血腥的战斗。叛变星际战士通过可怕的屠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侍奉着毁灭之力。来自不同种族的海盗在这里征服、奴役、交易，为出价高者而战。许多人会在一场战斗中多次改变立场。当一个星系被大裂隙吞噬后，他们游荡在星球之间，为小行星采矿前哨，被亚空间污染的飞船、废弃的卫星与沉船残骸带而战。还有些人为了自己或身后主人那奇怪的计划而战。目前，拉克蒙德走廊的北面和南面部分地区都受到混沌力量的围攻。尽管帝国成功地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拉克蒙德裂隙战争期间，帝国几乎失去了整个走廊北部地区。帝国现在寻求建立一个被称为圣才之墙的防御网络，以阻止夺心者哈肯领导下的黑色军团的入侵。虽然圣才之墙以北的许多世界仍处于帝国的控制之下，但他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来抵御即将到来的风暴。而裂隙战争便是由帝国在拉克蒙德次星区发起的一系列战争，并与发生在警戒星上的群兽之战与梦魇战争密切相关。尽管帝国已经在要塞世界警戒星占据优势，但在更大的拉克蒙德走廊区域，许多世界已经被混沌势力围困。骑士世界达洛瓦就位于拉克蒙德次星区拉克蒙德走廊的中部，名为曼德科尔骑士家族的古老骑士王朝统治着这里。自从大裂隙形成后，卡利吉乌斯国王变得愈发偏执，对避难者抱有怀疑的态度。他的独立倾向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泰拉将他定为了叛徒。但并非所有的骑士都跟随卡利吉乌斯背叛了帝国。在内战后，一些忠诚派骑士逃离了达洛瓦，成为了自由之刃，在警戒星上与帝国并肩作战。10000年来，曼德科尔家族一直低调地潜伏于拉克蒙德走廊的骑士世界达洛瓦，等待着来自帝国的报复。
然而它却从未降临。长时间的躲藏对这个家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贵族们信奉的勇气和名誉也早已被不竭之力彻底腐蚀。在长期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曼德科尔家族各血脉的贵族们，除了相对较少的合法战役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征服的外敌。因此，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谈判桌上的政治活动中，而那些极力主张探索世界之外或违反保密规则的人都被施以处决。几千年来，血缘关系稀薄的双方变得越来越生疏。虽然过去曾爆发过内战，但执政的君王们都无情地将其扼杀于襁褓。赛局上缺乏竞技比赛，通过战斗赢得的荣誉更是微乎其微。想要在家族里获得地位，基本上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贿赂、阴谋和欺骗越发猖獗，骑士精神和荣誉被愈发内敛的贵族们扭曲成了为自己谋利和损坏新年的骄傲。现在，每个血脉都在暗中酝酿着复杂的阴谋，不断地与他人明争暗斗。在互相捅刀子的同时，贵族们还公开规划了期望中的家族联合起来的前景。自卡拉卡尼斯之后，所有的领袖都坚持认为，一旦帝国发起进攻，所有血脉都要做好团结一致的准备。每一条血脉都害怕因深陷他人的计谋而失去财富和名望。为了确保前两者的绝对安全，贵族开始在近亲之间安排婚姻，子嗣中出现偏执症和落下残疾的概率也一路走高。随着每一代人的更替，灵能能力的表现也更加频繁。许多贵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机械王座上，以弥补肉体的弱点，甚至有些人的屁股从未挪开过座位1秒。曼德科尔家族的阴谋诡计和灵能天赋，让许多成员倒向了奸奇，而那些因近亲繁衍而疾病缠身的人，则开始崇拜纳垢。曼德科尔家族的贵族们和其他骑士家族一样，操演着战争训练，反复练习对潜在帝国入侵的反制措施，并在后来的君主特别批准的特定战役中磨练这些战术。他们相信自己将会面对帝国压倒性的进攻，因此更倾向于利用伏击、诱导和游击战术，一点一点地撕咬入侵者庞大的身躯。如果贵族们确信某种计策会带来长期收益的话，他们会很乐意接受短期的损失，并且拥有每天都在为维持自身权利而去战斗的人所具备的顽强精神。曼德科尔的至高女王卡尼吉亚是至高王卡尼吉乌斯的妹妹和妻子，以及卡拉卡尼斯的直系后裔，一直致力于达洛瓦、曼德科尔和自己家族血统的纯正。女王认为政治活动是一种必要的情绪释放，否则就会造成破坏性的内讧。她和任何自负的曼德科尔贵族一样偏执多疑，知道自己身处的位置是多么的危险。由于长期服用小剂量的药物，卡尼吉亚已经对200多种毒药产生了免疫力。她本身也愿意参与到争端之中，利用代理人来操纵达洛瓦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捍卫自己和卡尼吉乌斯的王座。自从达洛瓦落入混沌骑士家族手中，基因原体罗伯特·基里曼就将夺回达洛瓦列为了首要任务。由多个星际战士战团组成的兄弟会，尽管由于警戒星之战的消耗而不堪重负，却仍然回应了战争号称的走廊守望者，又加入了由战斗修女、星界军、帝国骑士与帝国海军组成的联合舰队。但即使有这支庞大的部队，围攻达洛瓦也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几乎环绕混沌骑士世界的强大亚空间波涛无法预测，这是入侵达洛瓦的部队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之一。而聚集在星球近地轨道与远端轨道的碎片带，更是让进攻行动难以执行。这道碎片带由亚空间废船与曼德科尔骑士家族的战舰组成，现在成为了各种叛徒、异形和邪教徒的家园。星系中的铸造卫星欧米加瑟雷克斯如今由黑暗骑士教控制，他们也会向混沌骑士家族提供支援。因此，留给帝国军队的道路只有一条。裂隙之主战团的战团长巴斯蒂恩·格里克斯下令主力部队尽快发起强攻，他将用自己最大的战舰作为矛尖，粉碎任何抵抗，运输船则会紧随其后。